各位乐龄养生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彼得，欢迎来到乐龄养生频道。今天的话题有些沉重，却关乎每个人和父母的晚年。请大家想一想，过年祝寿时，我们常说什么？是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或是长命百岁？我们都真心盼望家人与自己能活得长久，觉得百岁就是福气。但今天，请大家暂时放下这个愿望，冷静思考一个现实的问题：如果真的活到100岁，人生最后10年、20年，却是躺在病床上，插着管子，靠机器呼吸，失去自理能力，甚至患上失智症，连至亲都认不出。以这样的状态换来的100岁，您真的还愿意要吗？光是想象，可能已让人感到窒息，但这或许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真相。当今顶尖的长寿研究专家，如哈佛、斯坦福的学者，经过毕生探索，得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结论：人类最合适的寿命目标，并非盲目追求100岁或90岁这个数字。他们更郑重指出，许多人拼命进行的养生，比如吃昂贵保健品、用偏方，可能从一开始就错了。我们真正该追求的，是远比年龄数字更重要100倍的东西。今天，我们必须把这个关乎晚年是享福还是受罪的秘密讲明白。这不仅关乎活多久，更关乎我们老去后能否挺直腰板，享受生活，还是在病痛中成为家人的重担。本期内容句句干货，或许会彻底改变你对健康与养老的看法，请耐心看完，尤其家中有长辈的朋友，每个字都值得深思。那为什么咱们非得现在立刻马上讨论这个问题呢？因为不知不觉中，咱们社会追求的长寿已经变味了。您闭上眼睛想想，当你说我想活到100岁的时候，脑海里出现的画面是什么？是不是像那些保健品广告里一样，白发苍苍但精神矍铄，在公园打太极，或者还能拄着拐杖，牵着孙子的手去看海，至少也能自己稳稳当当走下楼梯，去街角吃一碗热乎的面。对，这才是咱们心心念念的晚年，对吧？可现实啊，往往特别骨感。彼得，我因为工作的关系，经常要去医院，只要去长期照护病房或者呼吸照护中心走一圈，看到的景象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这几十年来，医疗进步确实了不起，咱们的平均寿命蹭蹭往上涨，女性都超过84岁了，男性也快78岁，整体早就突破了80岁大关。这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成就。但是，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一个藏在统计数据里非常可怕的剪刀差？就是咱们的平均寿命是长了，可健康平均余命，也就是身体硬朗，不需要人照顾的年份，并没有跟着一起按比例变长。根据统计，咱们一生中需要依赖别人照顾的不健康生存年数，平均长达8年甚至更久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好比咱们把一根橡皮筋拉长了，可中间那段最结实、最有弹性的部分没怎么变，变长的全是两头已经松垮、快要断掉的部分。咱们是多活了好几年，但多出来的这些时间，很可能是在生病、失能、卧床中度过的。我身边这样的例子太多了，大家肯定也不陌生。谁家的老长辈活到95岁，街坊邻居都夸有福气，可实际上呢，他可能从80岁那年摔了一跤骨折起，就再也没能自己下过床，或者从80岁开始，阿尔茨海默病慢慢偷走了他的记忆，从忘事到完全糊涂，在床上躺了整整15年。您说，这15年对这位老人家来说，到底是生命的礼物，还是一场看不到头的漫长折磨？这种不健康的长寿，不只是老人自己受罪，毫无生活质量跟尊严可言，对整个家庭、对子女来说，更是一场身心俱疲的马拉松。这不只是钱的问题，虽然请看护、买尿布、营养品，一个月几万块跑不掉，但更可怕的是，它会一点点耗干子女所有的心力和体力。我见过太多朋友，自己都50、60岁，正是准备退休享受生活的时候，却因为要照顾80、90岁卧病在床的父母，变成了三明治里最苦的那一层，不敢出远门，自己不敢生病，甚至为了照顾爸妈提前退休，把自己累得憔悴不堪。这种压力，没经历过的人真的无法想象。所以，咱们今天真正要问的问题，压根就不是我能活到几岁，而是我能健康、有尊严、不拖累儿女的活到几岁。对于这个问题，现代医学科学给了咱们一个至关重要的答案。他们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，叫做疾病压缩。这个词听起来有点专业，我用大白话给您解释一下。这个概念最早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专家提出的。他发现，现在大多数人的生命轨迹是一种漫长的、缓慢的下滑，可能60来岁开始有慢性病，70岁腿脚就不太利索了，
80岁可能就得卧床，这是一个拖得很长的衰退过程。而疾病压缩的意思就是，咱们得想尽一切办法，把生病、衰弱、需要人贴身照顾的这段时间拼命的压缩，压得越短越好，最好能压缩到生命的最后几个月，甚至最后几天。换句话说，咱们的目标不该是赖活着到100岁，而是要像一颗质量顶好的灯泡，一直亮堂堂的发光发热，直到最后一瞬间，灯丝啪一下烧断，瞬间熄灭。咱们宁可健健康康、活蹦乱跳的活到85岁，然后在很短时间内安详离开，也强过从70岁就开始成了医院的常客。这才是现在所有顶尖长寿研究追求的黄金目标，也是对我们自己、对家人最负责任的态度。说了这么多背景，大家肯定要问了，那到底活到几岁最合适啊？有没有个准数？如果真要从一个医学战略的角度，给一个让大多数人能在身体硬朗、头脑清楚的情况下走完人生的数字，那些严肃的研究给出的建议，不是100，也不是90，而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字，85岁左右。为什么是85岁呢？这个数可不是随便拍脑袋想出来的。在长寿医学圈里，有位特别有影响力的专家叫彼得·阿提亚，他写了本全球畅销书叫《超越100岁》。阿提亚医生的团队研究了好多超级人瑞，就是那些活过110岁的老人。他们发现，这些超级老人也不是有金刚不坏之身，他们也会得病，但他们神奇的地方在于，他们的整个健康曲线比我们普通人往右平移了20-30年。他们100岁时的身体状态，可能就跟咱们普通人70岁时差不多。他们是真的做到了完美的疾病压缩，身体是在极高的岁数才快速垮掉的。但是，咱们得有自知之明，绝大多数人，包括你我，可能都没有那种天选之人的超级基因。对我们普通人来说，在没有特殊基因加持的情况下，通过后天努力能达到的最有性价比的寿命，大概就是85岁。这是一个咱们通过饮食、运动、好好睡觉，实实在在有可能够得着的目标。而且，在到达这个岁数的时候，咱们依然有很大机会保持很高的生活品质，也就是能自己去菜场挑菜，能自己洗澡上厕所，能脑子清清楚楚地处理自己的事情。这可比躺在病床上庆祝100岁生日要现实得多，也幸福得多。所以在这里，彼得，我想请大家从今天起修正一下咱们的人生目标，别再空泛的许愿说我要长命100岁了。您的新目标应该是，我要在我85岁甚至90岁的时候，还能不靠别人，独立完成所有我想做的事。为了让这个目标变得具体、可衡量，彼得·阿提亚医生发明了一个特别好用的工具，他管它叫100岁人瑞10项全能。这个10项全能可不是让您去跑奥运会，而是请您现在，不管您是40岁、50岁还是70岁，都静下心来，拿张纸、拿支笔，写下10件您希望在自己85岁、90岁时还能靠自己完成的体力事。这个清单非常个人化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比如阿提亚医生自己，他的清单就特别具体。第一，他能把自己那个30磅差不多13公斤的行李箱举过头顶，塞进飞机的行李架，这说明他还能去旅行。第二，他能跟孙子孙女趴在地上玩积木，然后不靠别人扶，光靠自己的腿力就能从地上站起来，这说明他核心和腿脚都有劲儿。第三，他能一口气爬上4层楼，去拜访住没电梯的老朋友家，而且不会喘不上气。那各位朋友，属于您自己的清单会是什么呢？彼得，我也想了想，如果是我的清单里肯定有这么几条。我希望我85岁时还能拎着装满5-6斤水果菜的篮子从早市走回家，并且爬上我住的3楼。我希望我还能蹲下去给我家的狗洗澡，然后自己能稳稳地站起来。我希望我还能自己开车或者搭地铁转公交去参加老同学的聚会，不用麻烦孩子接送。我希望我还能记得住银行卡密码，能自己去银行办业务。我希望过年的时候我能亲自下厨做2道拿手菜给孙子们吃，而不是坐在轮椅上等着别人来喂我。如果您现在正在看视频，不妨也在心里想一想，或者待会在评论区告诉我，如果您到了85岁，只有一件事是您一定要自己能做的，那会是什么？是能去公园快走一圈，还是能抱得动您的小曾孙？这些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小事，其实就是咱们晚年尊严最坚实的基石。而您现在做的所有养生，所有的锻炼，吃的每一顿饭，都应该是为了服务这个10项全能的目标。为了让我们在85岁时还能做到这些，咱们必须在50岁、60岁的时候就存下远远超过这些要求的体能老本。
因为体能这玩意儿跟存款一样，是随年龄流失的，咱们必须趁早多存点。好了，目标咱们定清楚了，就是高质量的85岁。那具体该咋做呢？从哪下手？专家告诉我们，得从人体衰老最底层的逻辑抓起。咱们身体的老化，表面上看着是长皱纹、长白发、动作慢，但根子上主要来自两样东西的衰退。第一，是咱们身体里千千万万个微型发电厂，也就是线粒体的功能不行了。第二，是咱们的生命支柱，也就是肌肉力量，悄悄地流失了。先来说说这个能量危机。咱们身体里每一个细胞都有成千上万个线粒体，它们负责把咱们吃下去的米饭、面条、珍珠奶茶转化成身体能用的能量，让咱们能走能跳，能思考，心脏能砰砰跳。您可以把线粒体想象成身体细胞里的电池或者发电机。可是人年纪一大，这些发电机也跟着老化、磨损，效率变低了。它们不但发的电变少了，而且这些老旧发电机在工作时还会排出大量废气和黑烟，这就是咱们常听说的自由基和氧化压力。这些废气会掉过头来破坏咱们自己的细胞，导致发炎，甚至引发癌症，这就是老化的根本原因之一。那怎么办？难道就眼睁睁看着它老化吗？好消息是，咱们的身体聪明着呢，它自己就内置了一套清理机制，医学上叫线粒体自噬。说白话，就是身体会派出一支清洁小分队，在细胞里面巡逻，把那些老弱病残、光冒黑烟的破旧线粒体给吃掉、分解、回收掉，然后把腾出来的地方留给新的、高效率的线粒体。这就好比一个工厂的汰旧换新流程。既然有这套好机制，那怎么才能启动它呢？其实不是靠吃什么昂贵的补药，最有效的办法之一，竟然是饿一饿肚子，准确说，是给身体适度的能量压力，比如间歇性断食。我知道很多长辈一听断食就害怕，觉得是不是要我不吃饭去修仙？完全不是，这里说的间歇性断食，只是让您把每天吃东西的时间集中一下。现在社会太方便了，走几步就有便利店和夜市，很多人早上7点吃早饭，晚上9点还在吃宵夜，睡前再来杯牛奶，这就等于让您的线粒体工厂24小时连轴转，全年无休，根本没时间停机检修，清洁队想进去打扫都没机会。专家建议，咱们可以尝试把一天的进食窗口缩短在8到10个小时之内。比如说，您早上9点吃第一餐，那么晚上7点前就得吃完晚饭，之后到第二天早上9点之前，除了喝水，就别再吃东西了。这样，您每天就有14到16个小时的空腹期。当身体处于空腹状态，血糖和胰岛素水平降下来，那个自噬清洁机制就会被自动启动，身体会意识到，哎呀，外面没送燃料进来了，它就会开始动手清理内部的垃圾，把那些坏掉的零件拆了当应急燃料用。这就是最天然、最有效的细胞大扫除和排毒。说完细胞层面的能量问题，接下来我要讲的2个重点，也是我要非常严肃、非常郑重地告诉所有中老年朋友的一件事。这可能是决定您晚年生活质量的最关键因素，没有之一，那就是肌肉力量。过去咱们做健康检查，最关心的是体重、胆固醇、血压这些指标，但现在最新的长寿医学观念已经彻底翻转了。您老了以后日子能不能过得去，肌肉量才是真正的硬通货和决定票。医学上有个词叫肌少症，它可是老年人的隐形杀手。肌肉啊，可不光是让您有力气提东西那么简单，它对健康有2个天大的保护作用。第一，它是防止您摔倒的天然安全气囊。摔跤，那可是老年人的头号大敌。我在医院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，本来身体还不错的老人家，就因为浴室的滑摔了一跤，髋部骨折。这髋部骨折在医学上被叫做老人的最后一次骨折，很多人从此就卧床不起了，接着引发肺炎、尿道感染，可能半年1年人就走了。如果咱们有足够强壮的肌肉包裹着骨头，而且反应速度够快，就能极大的降低这种摔倒的风险。第二，肌肉是咱们身体最大的血糖仓库，这个很多人不知道。咱们吃下去的米饭、面条、糖分大概有 70%到 80% 是靠肌肉来消耗和储存的。如果您的肌肉萎缩了，就像仓库变小了，那您吃下去的糖分就没地方放，只能全飘在血液里，血糖自然就高了，糖尿病不就找上门了吗？所以，请各位朋友，从现在立刻马上把抗阻力训练，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重量训练，加到您的日常生活里。千万别觉得重训是年轻人在健身房练大块头的事，
那真是天大的误会。我所说的重训是为了生存而训练，是为了保住晚年自由而训练。研究显示，哪怕您现在70岁、80岁了，从来没运动过，只要您开始规律地锻炼肌肉，肌肉依然能长出来。您不需要去举吓人的大杠铃，您可以从用2个装水的矿泉水瓶开始，或者用弹力带，甚至就在家练习作战训练，从椅子上不用手扶，站起来再坐下去，反复做。只要您能坚持每周2到3次，每次20-30分钟，给肌肉一点适当的负重刺激，这就是专家们口中真正有效而且没有副作用的长寿药。咱们前面讲了吃的学问和动的关键，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生理层面。但很多长寿专家特别提醒，还有2样无形资产常常被咱们华人忽略，可他们对寿命和健康的影响可能比您吃啥有机蔬菜还要大，那就是精神上的意义感和高质量的社会连结。先说说意义感，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，特别是一些在职场上很有成就的男性朋友，一旦从岗位退休，整个人就像没了气的皮球，因为他失去了名片上的头衔，失去了每天为之忙碌的目标，突然觉得我不被需要了，我没用了。这种心理上的空巢期非常可怕。心理学研究证明，这种缺乏目标感的状态对身体的破坏力比抽烟、肥胖还厉害。相反，那些有强烈生活目标的人，他们身体的发炎指数更低，大脑认知功能退化得更慢。所以，哪怕退休了，您也一定要给自己找到一件让你每天早上有理由爬起床的那件事。这事儿不一定非得多么伟大，去社区学校教孩子写毛笔字是意义，每天坚持去市场挑最新鲜的菜，给老伴做顿饭是意义，在阳台上把花花草草伺候的生机勃勃也是意义。只要您自己觉得这事儿有价值、有乐趣，它就是您最好的扛老护身符。再来说社会连结，哈佛大学有个持续了80多年的幸福研究，最终的结论就一句话：良好的关系让我们活得更健康、更快乐。长寿研究者普遍认为，孤独就是现代人的心灵瘟疫，长期孤独对身体的伤害相当于一天抽15根烟。很多长辈呢，怕打扰子女工作，自己又懒得出门交际，慢慢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，这可千万要不得。请您像管理您的退休金一样，主动去管理您的社交投资组合，每个礼拜至少安排1-2次必须出门的社交活动，不管是跟老战友去公园喝茶下棋，还是参加社区的唱歌班、爬山队，或者去寺庙、教堂做义工。记住，人际关系跟咱们的肌肉一模一样，也是用进废退。多跟人聊天，多动脑子处理人情往来，是预防失智症最有效的方法之一。最后，彼得，我要补充一个我老是挂在嘴边，但自己也常常做不好的健康支柱：睡眠。好多人觉得人老了觉少很正常，一天睡4-5个钟头就够了，这其实是个巨大的误区。高质量的睡眠是保护大脑不老化的最后一道防线。咱们的大脑白天高速运转，会产生很多代谢垃圾，其中一种叫贝塔淀粉样蛋白，这就是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元凶之一。那这些垃圾啥时候清理呢？只有在咱们晚上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，大脑里一套叫做类淋巴系统的特殊清洁系统才会启动，像冲水一样把这些垃圾冲刷出去。如果您长期睡不好，或者靠安眠药睡着但没进入深度修复期，那就等于您家的垃圾车天天罢工。垃圾在大脑里越堆越多，迟早会把大脑堵到当机。所以请一定重视您的睡眠环境，睡前少刷手机，保持卧室黑暗、凉爽、安静，这比吃任何补脑的保健品都管用得多。今天我们讨论的核心是追求一种自己设计的长寿，目标是高质量的85岁。为此，我们总结了5条最接地气的行动法则。第一，重启饮食时钟，重点不在于低脂或低碳水，而在于什么时候吃。请戒掉宵夜，尽量把进食时间压缩在8到10小时内，给身体足够的空腹时间来自我修复。第二，重新定义运动，散步很好，但远远不够，务必加入抗阻力训练，深蹲、提重物、作战练习，保住肌肉就是保住晚年的行动自由与尊严。第三，把睡眠当头等大事，像对待必做的工作一样对待睡眠。如果有严重打鼾或失眠，一定要就医，别硬扛。第四，建立情绪排毒机制，无论是深呼吸、冥想，还是与老友喝茶谈心，别让焦虑和压力长期侵蚀你的健康。第五，别让大脑退休，持续学习新事物，一道新菜、手机剪辑、乐器或外语，保持好奇，主动结交新朋友，
这是对抗衰老与孤独的关键。我们有幸活得更久，但不应让长寿成为负担。请放下对年龄数字的执着，聚焦于让每一天都强壮、明白、有滋有味。我们的新目标是让85岁活得像60岁一样带劲。希望今天的分享对您有所启发。如果觉得有用，请点赞支持。我们一起努力，不仅活得久，更活得好，有尊严。感谢收看，下期再见。